大家好啊，我是优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心经》经文：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那么这句经文里面所说的无啊，应该是从前面所说的意念来看的。前面谈的是意念，偏于道理、方法或者说精神的层面。那么现在呢，谈的则是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或者理念是根据现实的一些色尘缘境而发起的，这些色尘缘境啊，又是根据我们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来产生作用的，也就是根据我们人的根本。那么什么是根本呢？其实啊，这个根本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以及意根。可是这6根啊，我们先要了解，眼耳鼻舌身是5个根本，至于意根呢，则是一个变化根。所以我们说前面5根加上后面的意变化根，称之为6根。那么色声香味触法是讲6尘，一般说6根对6尘，其实啊是5根对5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的色相，这色相啊就是物质体。耳朵呢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鼻子呢能够嗅到各种气味，我们叫做香，其实也包含有臭在内。舌头啊能够分辨各种味道，身体呢可以接触到各种物体。这5个根本和5个色尘就是外面的尘境，只要任何一根去接触，比如说眼睛看到，我们的意就跟着一起去了。如果意没有参与的话，那么你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像圆的、方的、长的、短的，或者是不同的颜色，如此而已。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确定那是什么。你如果想要确定那是什么，则一定要意去参与才行。所以说意是个变化根。那么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包括鼻子闻到的是什么，舌头辨别的是什么，以及身体接触的又是什么，这一些啊一定要我们的意根参与才能够认识。那么认识以后所得到的就叫做法。所以我们不能以5根对5尘，一根对法尘这样去看，否则啊就不是佛法了。我们的5根接触到5尘，眼睛看到了什么，并且能够确定那是什么，必须要确定了才叫做法尘，否则啊只是色尘。比如说眼睛看到的是一张相片，那么是什么相片呢？是人物的，还是像的，或者是一个物体的，还是一幅画的？又像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钟，那么时钟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款式。这个时候啊，确定是什么，比如确定是相片，是时钟，那只是一个是什么。至于涉及到不同内涵的是什么，那就不是一根可以做得到的。因为5根和5尘它是一个直接相对的法，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鼻子只能闻，绝不可能说耳朵可以看到什么，或者说眼睛可以听到什么。所以啊，这5个根本，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这5尘它们是1对1不变的，但是绝对不能交叉。那么之所以啊我们会产生这种好像有了交叉的样子，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意根参与了而产生的现象。有了意根的参与这个时候就会完成法。也可以说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都是色尘，那么经过意根的参与而完成的才叫做法尘。那么我们现在先认识这一句，乃至无意识界。我们讲乃至无意识界的这个界，其实是世界的界。所谓界就是范围的意思，某一个范围我们称之为界。比如说我跟你划分一个界限，那么你在那一个位置就是你的范围，我呢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的范围，这都是以界为范围而言。那么界呢有大有小，为什么说乃至无意识界呢？因为我们知道界有不同的范围，比如眼睛能够看到的范围，耳朵能够听到的范围，你鼻子能够闻到的范围，甚至你舌头辨别的范围，以及你身体可以接触的范围，这都是因为意根参与之后完成法而成为一种所谓的识。这种识就是我们所说的了别，或者叫做认识都可以。界是个范围，那么谈意识界是什么呢？其实意识界就是谈根与尘的关系，以及一根参与之后完成法转变为你所确定的是什么的意思。我们举个例子比较好把握，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盏灯，那么这个灯显现的是照明的功能和作用。如果说这个灯光显现出来的照明，我们一下产生了一种意识界的话，就很容易了解了。为什么？因为灯只是一个概念，可是我们现在凭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灯，加上我们的意念确定它，这是一盏日光灯。可是灯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摆在你眼睛能够直接看到的这个范围的灯，如果是日光灯的范围的话，那于意识界而言，你就认识了这个日光灯的范围。我们要知道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灯，当然就有各种不同的灯光，而且每一种光亮也都有其不同的范围，所以你所认识的范围也就不同。这就是根据我们的五根跟五尘以及我们的一根参与完成法之后所认识的，也就是从意所认识的这个范围，我们叫做意识界。那么了解了意识界之后再回复到前面讲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的这个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尤其涉及到乃至这两个字，那么包含的是什么呢？其实无眼界之后，为了不要使整段文字看起来太啰嗦，才会说乃至无意识界。其实真正应该说的是无眼界、无耳界、无鼻界、无舌界、无身界、无意识界，这么一直无下来才对。那么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无字。我前面说无不是没有，那么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有与无的关系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相应的话，那么就是有；如果不相应的话，不是无，不是没有，不相应是因为这个有对你而言不产生它的厉害，也就是
不会升起计较、执着，或者是产生烦恼，不会升起这种现象。这种有我们就叫做无。如果跟你相应的话，那是肯定的有。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讲有是一个肯定，而无呢，是从这种有的肯定突破以后，显现出另外的一种现象，或者不一定。五蕴从有的认识到空相的显现，然后再到无的一个结果。因为五蕴的变化作用是根据前面的色尘缘境而来的，这些色尘缘境又根据我们的五根与五尘的相接触，根据我们的一根在那里面做认识之后完成法。这是根据五蕴来说明前面这一段从色尘到法尘再到色法。所以肯定的说意识就是由意念完成认识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肯定它是五蕴最后的那一个结果。所以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我们就知道无意识界就是从前面六根六尘在这个五蕴的色蕴形成之后，我们怎么去认识，一直到达它的结果。而这个结果肯定是一个什么范围？那么这个肯定的范围就是五蕴生变化起作用完成的一个范围。就像我们平时的烦恼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定是你眼睛看到了什么，或者是你耳朵听到了什么。比如我们眼睛看到别人的表情不欢喜，或者在那里生气，那么耳朵呢，则听到声音在那里骂，或者在那里讲一些什么。所以一定是你因为你的这个根本跟外面的色尘相接触，也就是看到什么，看到他的表情，听到什么呢？你听到了他的声音，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一定是要一根参与才能知道，原来他是在那里生气，也就是说，他之所以有那种表情，是因为他在生气，他这种言语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不欢喜，甚至骂人。只有把这个肯定了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因为他在那里生我的气，他在骂我，所以我才起了烦恼。那么通过这一段，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因为根与尘接触，一根参与产生了这种现象，你才会完成了一个色蕴。当色蕴形成以后你才能感受到他的不欢喜，他在生我的气，他在骂我，所以你生起了烦恼。那么起烦恼还只是一种感受而已，也就是色蕴的形成还只是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因为他骂我，因为他的不欢喜，所以你就会产生不好受，就起烦恼。可是所起的烦恼还只是一种感受而已。以五蕴来说还只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么当你真正起烦恼后，你怎么办？那就必须要进入到想。比如起烦恼，你跟一个人争辩，甚至争吵起来了，这也是经过想以后而确定的行为而产生的一种认识。因为你会质问他为什么对我生气，为什么他要骂我，就会有这种结果。那么结果
以范围而言，就是一个意识界，也就是识的界，就是五蕴最后的那个结果。那么这个范围是经过想才产生的，只是烦恼是个概念，你要从烦恼中间再去思考，才会知道应该怎么办。如果是不经过思考就行，那两个人就很容易争辩，甚至争吵起来。或者你可以多想一想，你就会产生，咦，你为什么跟我生气？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这也是经过想而发生的。有的人可能回答你说，你自己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你应该知道的，等等等等，就会有这种话说出来。这时候啊，你还是会去想，你不想，你怎么会知道他在生什么气呢？如果已经知道，就不需要想了。可是如果你实在是想不起来的话，你还会问他说，的确，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错了，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呢？说这些话也是经过想而发生的。那么有了这个想之后，可能对方看你一直都这么心平气和，即使他想再生气也气不起来了，他很可能就会告诉你是因为什么而生气。这个时候你再经过想，就会发觉也许是对方误会你了。可是这个误会是因为你的某些言语或者行为举止而造成人家误会的话，那么你也不能够怪对方。或者经过想之后，的确对方生气是因为你在那里批评他而造成他的不欢喜，那么这也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可见这里面啊，都是一个人的自我而发生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想，那么开头只是一个概念的想，你当然可以马上去行。可是多想一想，很可能啊就能化解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对你不欢喜，人家骂你而引起你的感受是一种烦恼的话，那么这种烦恼的感受只是一个概念。你如果想知道这种烦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就必须要多想一想。当你知道了问题的症结以后，马上做解释，那么就可以化解了。如果不知道原因，你可以多想一想之后，请问对方究竟是为什么。当然对方有时候会告诉你，但是有的时候人家不会马上告诉你。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心平气和很冷静的想一想，你这个时候啊就很容易让对方改变心意，而告诉你是为什么而生气了，那么问题不也就可以化解了吗？所以啊，你原来根本就没有想，你就在那里起烦恼，那只是一种感受。如果知道了原因以后，便知道该怎么去做，完成一个结果。等一切都搞清楚了，那么你跟对方之间发生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当然你的烦恼也就化解了。所以啊，以五蕴来讲，色受想行，一直到完成认识之后的结果，以这个范围来说，原有的烦恼变成不存在了。这是以这一个烦恼的范围而言。可是遇到别的烦恼，或者还有更多的烦恼，同样也要根据这种道理方法再来做一些认识、了解及发现。
那么怎么样使他从这种有去认识、去了解，然后突破呢？因为唯有突破才能达到化解的目的。当化解了，所显现的是不同于原有的有了。那么原来的这个有，不就是一个无的现象了吗？所以我们讲烦恼起来了，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认识它，了解它，那么你才有机会会突破。因为无是经过化解以后，原有的那个有消失了，也就是突破了，或者是出离了。这是谈任何一个根据外面的色尘缘境引发我们五蕴的色蕴而有所感受，形成烦恼。这种烦恼我们只能说是一种感受，是一种概念。而了解的清清楚楚，那么就是一种行，也就是行为。这种行完成之后，就必然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以五蕴来说，就是讲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识。所以我们说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么根据前面所讲五蕴与空的关系，以及五蕴与空的道理方法，就可以发现到五蕴的变化是源于色受想行识。那么色声香味触法这样来的，那你就很容易从有突破而显现出无。这个无还只是在某一个范围中间完成的结果。那么好，关于心经的经文，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我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游部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游部愿您在学佛的道路上，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先能够找到快乐；找到快乐之前呢，先能够找到自己。感恩大家，我是游部。